您知道吗？家里的冷气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脏。今天就跟您分享一步一步地简单又安全的自己动手清洗冷气，让您也能减少不必要的电费哦。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宝频道，我是阿宝。夏天快到了，你家的冷气准备好了吗？今天就跟您一起动手，把冷气清洗干净，迎接一整个凉爽的夏天哦。麻烦各位订阅、开启小铃铛、按赞、分享我的影片，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给阿宝抖内一下，请阿宝喝杯饮料，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冷气就像电风扇一样，你想想看，一个电风扇一整个夏天运转下来，里面有多少灰尘？冷气可是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在跑，里面的脏污只会多不会少。如果没有适时的清洁与保养冷气，就很可能出现像下面这样冷气故障的状况了哦。那么冷气太脏到底会造成什么问题？我们马上来看看三大关键影响。就机器状况而言，冷气容易出现冷房效果变差、散热不良、冷气滴水或漏水，以及冷气寿命缩短。就运转成本来说，容易出现耗电量上升、运转效率降低，机器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设定的温度。这些问题都会大幅提升运转的成本，增加电费的负担。最后，我们就身体健康方面来说，容易造成异味散出、霉菌、细菌的滋生，严重的也有可能引发过敏、咳嗽，甚至呼吸道的问题哦。我们之前也有过跟各位分享清洗冷气的影片，之前分享的主要着重在室内机的部分，我们今天也会另外增加室外机的部分哦。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们主要分享的内容以及方式是让一般 DIY 的观众能够简单、安全、轻易的上手。很多人在清洗冷气的时候都会忽略了室外机的部分，如果长期不清洗室外机的话，会有哪些问题产生呢？我们也来讨论一下。第一点，功能运作受影响，鳍片堵塞，热气散不出去，以及冷房效果变差，冷媒循环的效率降低。第二点，能源成本增加，耗电量上升，压缩机需要运转更长的时间来达到设定的温度。第三点，机器寿命与故障问题，机器运转的时间拉长，自然就会让压缩机的寿命减短。长期不清洁，也容易有叶片卡脏污、马达受阻的现象，就会让室外机在运转时发出怪声音，甚至故障的问题哦。我们今天的影片主要分成3个部分，刚刚已经跟各位说明了冷气清洗的重要性。第2个部分，我们就会来介绍一下今天需要使用的工具。接下来第3个部分，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跟各位分享自己动手清洗冷气室外机以及室内机的部分哦。今天我们要使用到的工具不多，这个是冷气清洗罩，这一组高压清洗枪，我个人是觉得对清洗冷气来说这一组非常好用，之前也有开箱过的影片。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用到这个加长型的弯头，特别是台北的公寓，基本上也没有其他地方让你放冷气室外机，就只能挂在外墙外面，一般个人都会不敢爬出去做室外机的清洁。这根加长型的弯头之外，还可以再接这个延长杆，接起来之后，这根杆子差不多有60公分，对于清洗手够不着的室外机来说，就非常的好用。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实作的部分。我们先把高压清洗枪连接好。这一支高压清洗枪虽然是要插电的，或许有些时候当我们要清洗冷气，特别是冷气室外机的话，现场是不方便接水或者接电的。这个高压清洗箱可以自吸水，直接把水管连接到那边的水桶，它就可以自动吸水。至于电源的部分，如果不方便从室内接电，我们曾经分享过这一台 DC 电源转 AC 电源的转换器，就可以拿出来使用。如果我没记错，这一台机器最大能支援到300瓦，对于这个高压清洗枪来说，应该是绰绰有余，没有问题。因为高压清洗枪顶多是到100瓦左右，这样子也算是变相的无线高压清洗枪了。
一般冷气室外机面向墙壁这一边是进风的部分，所以很多灰尘会卡在这个上面的散热鳍片。右手边这一面就是会有风扇的出风口，需要清洁的部分就是散热鳍片的部分，以及风扇出风口的部分，还有室外机里面的扇叶。如果要清洁里面的扇叶的话，一种方式是从出风口的地方拆开，另外一种方式是像师傅维修的时候一样，从顶上的地方打开。我们今天都不做这种困难的动作，因为如果你要从扇叶那边打开的话，你人必须要爬出去，这个对于一般人也做不到。如果要做清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干式，一种是湿式。干式的话，你就找一支长柄刷，轻轻的把鳍片上面的灰尘扫掉，还有右边出风口的部分以及侧面的鳍片都要清理。如果是湿式的话，我们就是用水洗的，一样使用高压水枪冲洗后面这个鳍片，还有侧面的通风口。如果够得着的话，右边出风口的部分也要把它清洗一下。如果你是用水冲的话，它下面有排水的洞，水会自然排出去。一般室外机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有通风孔的话，这边就没有电路板也没有压缩机，它会放在另外一边。所以我们在冲水的时候，由上往下冲，不要直接往里面冲。当清洗到靠近电路板的地方，尽量不要往电路板的方向冲。我们在操作之前，记得也要把电源插头拔掉哦。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清洗的效果。我们现在进入到清洗室内机的部分。冷气清洗罩我已经把它安装好了。市面上有很多不同款式的冷气清洗罩，我之前有影片分享过，有简单的分析不同款式的优缺点。我们今天使用的是最简单的 DIY 观众最能简单轻易上手的清洗方式。有需要拆卸螺丝的，我们今天还是不拆卸它。简单的部分类似这个外盖，还有下面的这个出风叶片，连螺丝起子都不用，我们可以把它拆卸。一般来说，这个外盖把它向上推到底，它一般就可以拆下来。这一台是30的冷气，它设计的比较好，开关把它往旁边拨，这样子中间这边就可以解除，这样子就可以卸下来。假如你的出风叶片像这样子有2片的话，前后的宽度可能会不太一样，稍微比了一下，前面的叶片稍微宽了一点。接下来这边会有防护网，关于防护网的部分，之前影片也有提到过，这边我就不多说。30的冷气它在这个方面设计还不错，这边有一个把手，拉一下，它这个防护网整个就可以打开，这样子你就可以用手伸进去确认清洗的程度。至于要不要使用这种市面上的冷气清洁剂，以及应该如何使用，详细清洗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前影片有分享过，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清洗咯。现在清洗完了，我们来对比一下清洗前后出风口的差别。哇哦！原本是有一些细细小小的灰尘，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鳍片的部分，也是可以看得出清洗前后的差别。如果你不想买高压清洗枪的话，而且你家的水龙头水压也够的话，你可以直接买一支枪头，用水管直接连接水龙头来清洗，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只是清洗的效果没有高压水枪来得好，建议搭配一些清洗的工具，这样子就能清洗得更干净哦。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我们下次见，拜拜。